来，各地小犬种陆续进入天津。这其中一脉人丁凋敝，一代只有3、5人，是实打实的小犬种。陈实来到天津，为的就是将咏春发扬光大。为了能尽快立足，他第一时间面见了金门武行泰斗郑山傲。郑山傲恪守武行不教真功夫的潜规则，却又心知在不教真的，洋人们迟早要研究出其中的门道，到时候子孙后代们就只有挨打的份。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道理也是真的，是以全天津没有一个师傅敢教真功夫，包括他自己。于是郑山傲便想让陈实这个外来人打破规矩，并表示只要他教真功夫，就同意他在天津开馆。英雄迟暮，郑山傲领头武行30，想到自己师傅晚年惶惶不可终日，为了图个老来安心，他决定只扬名不教真的。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，天津更没有。既然不想教真的，那要想开馆就只能打过8家武馆，如此才能站稳脚跟。郑山傲表示，从没人能打过5家，就像没人能在启士林吃5个免费面包一样。陈实闻言叫来8个面包，吃得直翻白眼。一旁的很大的女人叫赵国慧，这便是他和陈实的初次照面。郑山傲又将话题拽了回来，踢馆是件招人恨的事，他让陈实收个本地人做徒弟，然后让这个徒弟他想要有个人。赵国慧17岁时和洋人生过一个孩子，孩子刚出生就被赵父赵母溺死在水缸。事情传开后，尽管赵国慧美艳动人，却没有人想娶她。陈实会来了个闪婚，从今往后便以她为约束。为了避免被寻仇，他们要住在贫民窟。赵国慧提出每个月要陪自己逛1次街，吃1次螃蟹。陈实表示，为了像个穷人，逛街可以东西不能买，螃蟹便宜那就管够。2人在贫民窟住了下来。绞刑小混混耿陈实回家，这副流氓做派反倒让陈实有心将他收为徒弟。毕竟踢馆踢到第8家，馆长们会联名请出一位高手击败此人，然后逐出天津。是以这个徒弟真就只是个踢馆工具人，到时候郑山傲就是被请来的高手。他隐退前想赢最后1次，所以陈实徒弟会的他也要会，于是当即也磕头拜了陈实为师。很快过去，耿良辰的第1次踢馆大获全胜，却让赵国慧想起了自己那个孩子。其实孩子没有被溺死，是给了人贩子。赵国慧起初无法接受像个半大孩子似的小狗，这只小狗却处处黏着他，起初心惊，后来也渐渐能碰一碰他了。耿良辰是个大才，接连踢了7家武馆无一败绩，陈实也第1次让他进了屋，算是认可了这个徒弟。崭露头角的带着乌泱泱一群人来到陈实的住所，试探他的野心到底有多大。陈实表示自己对徒弟踢馆一事并不知情，也无意抢大家的饭碗，这才让邹荣放下戒心，暂且饶过了陈实。邹荣离开后，赵国慧也反应过来，陈实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扬名打掩护，不管娶妻还是收徒，都在他的算计之内。天津也必须依着规矩办事。赵国慧拿着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离开了贫民窟，不忍看着耿良辰去送死，便提醒他小心一点，感觉情况不对就逃，与其等着别人暗算，不如先打上门去。耿良辰仍是大胜，8家武馆被踢。邹荣找到郑山傲，请他出山找回天津武行的脸面，打败耿良辰，将其逐出。林希文拿走了郑山傲一辈子的名声，留下2套房产作为补偿。经此打听后，便猜出了1、2。郑山傲显然是打算违反约定，对耿良辰下狠手，以此找回一点体面。和耿良辰师徒一场，和赵国慧夫妻一场，陈实也不是冷血动物，多少对这2人都有感情。为了避免耿良辰被打成残废，陈实也不想着扬名立万了，他打算带着2人离开天津。但赵国慧仍是不愿，没有别的开武馆可以，耿良辰必须挨顿胖揍逐出天津。此时耿良辰正被一伙人围殴，等他一一撂倒这帮人，林希文的所作所为无一不预示着军队即将接管武行，要变天了，武行的好日子也到头了。原来自己的徒弟竟是郑山傲徒弟的垫脚石，郑山傲却实实在在的老了，天津武行不再有他的位置。林希文将耿良辰带到城外，让他治好伤后永远不要再回天津。耿良辰是个苦命的孩子，却也是个有骨气的汉子，他誓死都不离开生长的这片土地，就是一只虚伪的豺狼。耿良辰追着车子快跑了一段，刀子在腹腔内割断了。张晨凭着心中的一口气坚持着回了城，他本想去看看心上人，却怕自己的样子吓到他。耿良辰在最后的时间里做回了脚夫，这是他15岁被赶出家门后赖以为生的手段。据说排场很大，但谁都知道不过是装样子罢了。绞刑的伙计们埋葬了耿良辰，他们找到陈实要跟着他一起给耿良辰报仇。陈实出言将他们赶走，让他明日到火车站等着，如果发车时他还没来，就独自坐车离开天津，去哪都行，10年后再回。按照邹荣的安排，众人齐聚一堂观看电影《火烧红莲寺》，然而幕布上却出现了林希文和郑山。邹荣适时起身让大家稍安勿躁，接着又当着众人的面评价林希文青出于蓝，将他推上了郑山傲原本的位置。席间鸦雀无声，这便算是默认了。电影继续播放，陈实突然上台斩断了幕布，直言今日要挑战打败郑山傲的林希文，话劝陈实顾全大局。陈实看着不远处举着枪的护卫，深知这一刀还没，陈实就不禁垂泪。
他觉得自己不配当师傅，毁了个大财徒弟换来一个门派，他只能算得上是个精明的账房。电影继续播放，刚才的一切仿佛一个插曲，一把刀在众人手中传递，最后到了陈实手中。林希文还在冠冕堂皇地说着什么，一道刀光闪过，情形显然是邹荣的手笔。林歇亲眼所见是陈实杀了林希文，至于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都不重要，邹荣要的就是两个人都死，但陈实可以死得体面些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陈实也没废话，提出想和天津的高手比试一次。邹荣便让他见识到了北方的即将变成邹荣的刀下亡魂时，他急中生智提出想在死前做点事，将真正的咏春拳传下去，出了人才算邹荣的。不会就坐在对面的店里，祈祷着陈实能活着出来。他一路边逃边打，被5行的人堵在一个巷子中，各家兵器轮番上阵，解决完5行的人，一路急奔到火车站。殊不知赵国会就在他身后，他追不上陈实的邹荣的人发现他们并没有将他如何，只是让人带了封信跟着赵国会上了火车。赵国会买的是一张前往广东的票，相信两人会在那里重逢。邹荣也相信这封信会落到陈实手中，到时候他看了信就会隐姓埋名，将天津的事情咽在肚子里。最后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